好了，那么在刚才呢，我们测试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线路啊。如果说所有东西都接好了，那么你直接把一个 PC 接上去啊，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对吧？你才可以啊，从这儿一直往下数啊，大概是30秒甚至更多的时间，你才可以去完成一个通信。啊，那么这个呢，很明显是不好的。这个也证明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一个相对长的啊这个时间，30秒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再往后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虽然说我们这时间比较长，但是它同时证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成数正在运行。因为如果你没有生成数的话，啊，这个事儿就简单了，它直接就能通了，啊，它就不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玩意儿了。好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后，我们再接着来说。我们再接着来说什么呢？那么你如果这4个设备已经在运行生成数了，那么下边的问题在于，我啥东西都没配置，除了配置了一个模式以外，别的什么都没动。你们猜这4个交换机谁是根呢？这个我也猜不出来。啊，这个我也猜不出来。那么，如果我不知道这4个交换机谁是根交换机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么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呢？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你们现在肯定是自己已经选择出来了，因为我什么都没配置，那么按照你们的默认值和 MAC 地址，肯定能选出来什么根交换机呀，什么这个根端口啊，指定端口啊，肯定都能选得出来。那我怎么来看你们这种自发的或者叫做自主的这么一个运行行为呢？注意这条命令。在任何一台设备上，你都可以敲这条命令 display STP 先看 brief 啊 display STP brief 看一下什么呢？显示生成数的摘要信息。看显示生成数的摘要信息，在这里边啊，前面这个你就不用看了，前面这个 MSTID 呢是给那个多生成数预备的啊，我们现在是标准生成数，不管它。然后 port 哪些端口参与了生成数？我们这里边 switch 1上面看3个端口都参与了生成数。然后 role 端口角色、根端口、指定端口、预备端口。alternate root design 的叫指令啊 alternate 预备端口。然后端口的状态，根端口和指定端口永远都是转发数据的。那么 alternate 叫做 discarding， 叫做阻断掉啊。后面这个保护你也不用管它啊，我们主要看中间这3个就可以了。好了，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它肯定不是根交换机。为什么呢？因为根交换机上不可能有根端口，根交换机上大部分端口都是指定端口，所以说它肯定不是根交换机。第一啊，第二个它还有一个阻塞的呢。啊，说把把2个设备之间的这个端口给阻断掉了。好，我们再往下看，交换机2 display STP brief， 0-3 root 0-4 desired 0-24 desired， 看一段链路上肯定得有一个指定端口。2上这个端口是指定的，这个端口是被阻断的，啊，至于0-3是 root， 0-4是 desired。看这儿 ，switch 1的0-3也是根端口，0-4是指定端口，这就意味着 switch 1的这个端口和 switch 2的这个端口是是根端口，根端口一定指向了根，所以说 switch 3是根交换机。我们再来看 switch 3。看，对于 switch 3来说 0-1、0-2、0-10这3个端口都是指定端口，没有根端口。我们说，除了根交换机以外，非根交换机都必须选择根端口，只有根交换机没有根端口，它自己就没有根端口，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switch 3就是根交换机。啊 ，switch 3就是根交换机。然后我们再来看 switch 4。0-1被阻断掉
0-2是根端口，0-10是指定端口。首先0-1被阻断掉，看这儿啊，0-1被阻断掉，这条线路被阻断。0-2是根端口，他就认为从这儿过去，0-10是个指定端口，这个没得说啊，因为下面没有交换机了，它肯定是个指定端口了。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我 clant 1和 clant 2之间的这个数据流是1到3、3到2、2再到4，然后再下来的，没有走这个交换机，没有走这个交换机，因为对于4来说，这个端口阻断掉了，0-1阻断掉了。好，这个里边啊，我们来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他们自发选举的一个效果。那说为啥会选择3维根呢？啊，特别是当你选择为3维根以后，这里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switch 1和 switch 2，它们两个之间通信，由于24被阻断了 switch 1上面，也就是说两个上游，或者说我们一般会管这个东西叫核心，是吧？啊，或者叫做上游交换机，或者叫做核心交换机。两个上游交换机、核心交换机的处理要通过一个普通的交换机，这个很明显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在这个里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实际的工作中，如果你不管不顾，就把所有东西都接上，我刚才告诉大家，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只要生成数打开，你接上，它不会出事儿，它不会出环，但是它不一定好用，就是在这儿，因为你不知道每个设备都是怎么回事。所有的设备啊，我们说选根，对吧？选根的时候，默认的出厂值，每个设备默认出厂的 ID， 它的那个优先级都是32768。每个设备的那个默认的优先级都是32768，这个东西不会被修改。所以说4个设备一比32768一样，那比什么？比 MAC 地址。而每一个交换机的 MAC 地址是多少，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了的，这个是在出厂的时候厂商来控制，对吧？买交换机的时候也不像买黄瓜，对吧？买黄瓜能挑个新鲜的，能挑个嫩的，这买交换机的没有人说是去挑个 MAC 地址小的吧？说老板来2个交换机，要 MAC 地址小的，老板说我也不知道，您随便挑，啊，所以说这事儿就有问题了。啊，这事儿就有问题了。那么在我们的这样的网络里面，哎，刚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 Switch 3的 MAC 地址最小。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为什么是这样。Display 啊，在 Switch 3上 Display STP 直接回车。那么它会给你一大堆啊，你把它停掉就完了。Display STP， 然后直接回车，你可以看到 STP 的具体内容。首先 Mode STP 告诉你，你运行的是标准 STP， 如果是其他的，这儿会写 RSTP 或者 MSTP。再往下看这儿，看这2段啊，上边的这个叫做根啊，上面的这个叫做根的这个 ID， 看32768点什么什么什么。下边的，然后这个东西叫做自己的 ID 啊，叫 CISD Bridge， 这个叫做自己的 ID， 也是32768点什么什么。注意，如果说根的 ID 跟你自己的 ID 是一样的，那就说明你自己就是根交换机。好，我们来看一下 Switch 1 Display STP， 我们来看根 ID 是谁，根 ID。和我自己的 ID 优先级都是32768，区分不出来。然后看 4C1F， 这是根嘛？我们说啊 ，root 这个啊，不是下面这个 region root 啊，这个是另外的一个东西，这个是 MST 里面的。看这个 root 32768 4C1F CC1222EAF， 你自己的是什么 41CFCC， 然后9F7ED0， 人家是122EAF， 很明显，你自己的干不过别人的，对吧？这个是3的嘛 122EAF， 我们来看3是不是 122EAF 啊？所以说 Switch 1干不过这个 MAC 地址，干不过这个 Switch 3，所以说 Switch 1不是根， Switch 3是根，看起来 Switch 3是最小的啊，别的我们就不看了。
那么我现在啊有需求了，什么需求呢？你不能这样做就完了呀，我们必须让他们两个之间的某一个成为根。比如说我现在就想让 switch 1成为根，怎么办呢？ MAC 地址一般我们是改不了的，那么我们只能去改优先级。我们把优先级改喽。那优先级怎么改？好，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片子上面的内容。在一个设备上面全局模式下或者叫系统模式下 ，STP priority 后边跟上一个数，这个数值就是你设定本地的优先级，默认32768，你可以设定为其他数值。比如说在这儿我们将 switch 1的这个值设定为4096， STP priority 你打问号，你可以看到它告诉你0到61440你随便选，但是以4096为步长step of 4096。那么在这儿我们写4096可以，你写0也可以，你说我写个1000，对不起，没有这个数，不能这么写不能这么写。有的厂商呢比较有意思就是你在这儿呢，你打一个问号，他会给你算4096，他说在这儿给你写0、4096、8192什么16384、32768等等等等，他会把所有的4096倍数都给你列出来，你从这里面抄一个。但是呢，在这儿呢我们华为的设备没有写大家去算一下也可以，对吧？我们在这儿写个4096 ，OK， 回车。调整完4096以后我们再来看，暂时情况下应该是，你看在这个情况下，这个 client 1和 client 2又ping不通了。好，我们来一个杠 T， 我们让它一直ping着，它又ping不通了。为什么ping不通了？因为在这个里边一旦 A 我们把 switch 1变成了这个根交换机，那么3、4、2都要重新进行这个生成数的运算的。你看到这儿有通了，我们停掉到这儿有通了。他们要重新进行生成数的计算的。一旦你重新进行生成数的计算，那么你的这个周期，对吧？你的某些端口就被变成了这个阻塞端口有些端口呢要从阻塞端口变到这个转发端口。无论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端口是要变化的，而端口状态的变化经历的这个状态是谁呢？是刚才我们说过的什么，要么变到 block， 要么变到 forward。但是在这里边，他们一定要经过的是 listen 和 learn。那么在经历这段过程中，依然是并不能转发数据的。所以说，你的这段数据又是不可用的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生成数重新计算收敛我们叫做重新收敛的时候，那么这个生成数是不能转发数据的。所以说，你看中间又停了一大堆，又停了一大堆。好，那下面我们介绍一个概念，叫做收敛这两个字是这样的这两个字是叫做收敛这个有可能呢这个词反正不是太好听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日本的电影一个好像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某年的日本电影叫做《入殓师》炼这个词呢，好像中国好像在汉语里边好像更多的我觉得是说到了一个就是死人这么一个地步但是这个不用管它我们这儿不会死人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收敛这个词呢叫做收敛，英文叫做 coverage。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收敛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来说，如果说一个网络里边你的生成数完成了计算，该是根端口的，该是根交换机的，该是阻塞端口都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认为或者我们叫做整个生成数收敛完成。如果说在这个网络里边生成数正在计算，那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网络的生成数正在执行收敛过程。所以说收敛呢其实就是计算网络结构或者说计算网络拓扑的这么一个概念跟这个死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了，
我们通过修改优先级啊，然后让这个网络重新收敛了一下啊，重新的计算了一下。那么在重新计算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 switch 1 display STP brief 啊，先看这个 brief。这个时候你看 STP switch 1上面3个端口都变成了指令，没有根端口了。OK， 你是根啊，你是根。然后我们来看 display STP。我的优先级是4096，看原来啊，我们刚才在没有修改之前，它的优先级是32768，我的优先级是32768 7D7 什么 9F7E， 对吧？现在我的优先级是4096，啊，这个 MAC 地址我没有变啊 ，MAC 地址肯定不动的，9F7D7ED0，啊，这是不动的。然后根也是自己的，那么说明我是根。再来翻回头来看 switch 3 display STP brief， 先看 brief， 有根桥啊，有根端口，有指令端口，就是0-1是根端口，0-2是指令端口，这个也是指令端口。那么也就是说它是根端口啊，这个端口是根端口，这个端口呢是指令端口，这个端口也是指令端口。好，再往下看啊，那么这个根端口已经有了，说明它不是根桥了。display STP。我们来看，我自己是32768，根是4096，所以说它是根嘛，因为它优先级比我小嘛，整个加起来是就比我小了，所以说哎没办法，它是根，就让着它吧，它就是根了。好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调整根桥的一个做法。在华为的设备上面注意一点。啊，在华为的设备上面注意一点的是，你可以有2种调整这个优先级啊，或者说是这个根交换机的这个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在这个交换机上面使用这条命令 STP priority 多少，你直接写一个优先级的数值就可以完成调整。其实呢，华为还给了第2种方式是什么呢 ？STP root primary 这条命令。如果你敲这条命令 STP root primary 叫主要的啊 primary 叫主要的或者叫做主动的这个首选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这台交换机成为生成数主要根或者叫做首选根。再来看 display STP， 如果你写的是 STP root primary 的话，那么它的优先级会变成最小值0。那么 STP root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另外除了主要的主选的，还有一个叫做备选的 secondary， 这个叫做次选的或者叫做次要的。啊，如果你写 STP root secondary， 交换机会自动的将自己的优先级注为4096， 0是最小的，4096是第2小的。那么也就是说啊，我可以调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整我的优先级，来完成这样的操作。Display this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TP 啊 root primary 啊 root primary 我们已经写完了。那么那个 secondary 在哪儿写呢？ secondary 一般在这个 switch 2上写。为什么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主要的，就是我们默认的应该让它为根交换机。如果这个机器坏掉了，我们认为剩下3个选择的时候，让它作为根交换机更好啊，让它作为根交换机更好。所以说我要在这种情况下啊，特别是这种双核心啊，我们叫做那么 sys 啊 STP root secondary。这样的情况下，你看你敲了 root secondary， 你的优先级就变成4096，你的根呢还是0的那个，啊，根还是0的那个，其他所有的设备没有调整过，那么它就是这个32768，那么它们一般情况下不会是根交换机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组网方式我们非常非常常见，在我们的网络里面，大多数都是这种我们叫做双上联组网，啊，在我们的网络里面，大多数都是双上联组网。在这种双上联组网，一个主根，一个备根，就是一个 root primary， 一个 root secondary，
这种方式是最为优选的，也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方式。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